你好，我是 Gab。来想象一下，你在一个激烈厮杀的战场上，这个战场没有开始和结束，只有24小时不间断的战斗。你踏入这个战场的时候，你就要面对无数比你强大千倍万倍的对手。很多人希望在这个战场上一战成名，但更多的是在粉身碎骨之后遗憾地退出这场战斗。就是加密货币市场永不落幕的绞肉机——永续合约交易。永续合约交易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其实非常的纯粹和直接，就是要打造一个能够最大程度模拟现货价格走势，同时又具备期货市场高杠杆效益，并且交易永远不会因为到期而中断的投机工具。要真正的理解它，只要抓住它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3个底层设定。第一，无限期的持仓时间，这是永续合约交易和传统期货交易最根本的区别。传统期货交易，无论是股指、原油还是农产品的交易，都有一个明确的到期交割日。这就好比一张有截止日期的电影票，时间一到，无论合约是盈利还是亏损，你都必须离场，进行现金结算或者实物交割。这个机制强制性的为每一笔交易画上了句号。永续合约彻底废除了这个句号，只要你的保证金充足，没有被强制平仓，理论上你可以将一个仓位持有到永远。这个改动看似简单，却从根本上改变了交易者的策略维度和心理模型，对交易者的资金管理能力和纪律性有着比传统期货交易更高的要求。第二，指数级的风险放大。杠杆是所有衍生品的核心，但在永续合约的世界里，它被推向了极致。在传统的金融市场，场外配资超过10倍已经是属于高风险的级别，但在主流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永续合约普遍提供50倍、100倍甚至125倍的杠杆。这意味着你的保证金只需要承担市场1%的反向波动，一旦价格朝不利的方向变动1%，你的保证金就会被瞬间清零。这被称为强制平仓或者爆仓，它极大地缩短了从判断失误到账户归零的距离。也正是因为如此，它才能在微小的价格波动中创造出惊人的回报率。这种高倍杠杆是永续合约最诱人也是最危险的特征。第三，是极弱的政策干预。在传统的股票和期货的交易市场上，为了防止市场失控，监管部门设计了熔断机制和涨跌停板。当价格波动超过预设阈值的时候，交易就会暂停，这给了市场参与者一个冷静和重新评估的时间。然而，在永续合约的主流市场中，这些安全阀并不存在。理论上，价格可以在1分钟之内上涨100%，也可以在下1分钟下跌90%。这种无限制的波动叠加了高杠杆的效应，也为某些被称为定点爆破或者插针的市场操纵行为提供了市场上的可能性。所以，无限的时间、极致的杠杆和缺失的安全阀，这3者结合，就构成了永续合约这个独特并且高风险的金融环境。市场中的极端行情埋下了伏笔。当我们明确了永续合约的这3个特点之后，你可能会立刻发现一个关键的问题：一个没有到期交割日作为终点强制收敛的期货合约，如何避免其价格与它所追踪的这些现货资产价格产生巨大的甚至是永久性的偏离呢？如果市场情绪一致的看涨或者看空，交易所需要做的就是如何避免所有的人一拥而上，通过合约去放大市场波动，导致市场情绪失控。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永续合约产品在逻辑上就无法成立。因此，设计者引入了一个堪称天才的核心机制，也是永续合约的灵魂所在——资金费率。传统期货交易所的手续费是在你开仓或者平仓的时候一次性的收取，而永续合约的资金费率是多头和空头的持仓者之间直接的、定时的、周期性的费用交换。交易所在这里只扮演计算和划转资金的平台角色，它并不会从中赚取任何的利润。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清晰的逻辑链条来了解资金费率的运作机制。第一步呢，就是价格比较。系统会持续不断地比较2个价格，一个是永续合约自身的市场价格，另一个是主流现货交易所的综合加权价格，我们称之为现货指数价格。这2个价格之间的差值就是基差或者溢价。第二步，判断市场的情绪。当永续合约的价格高于现货指数价格的时候，我们称之为正溢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个衍生品市场里边，看多的力量和情绪要比现货市场更加的强劲，
更激进，买家愿意用比现货更高的价格来开多单，市场整体处在看涨的情绪当中。反之呢，当永续合约的价格低于现货指数价格时，就是负溢价，这说明看空的情绪占据了主导地位，卖家愿意用比现货更低的价格来开空单。那第3步就是费用支付，实现平衡。在正溢价的时候，也就是市场过热、多头占优的情况下，为了给市场降温，抑制无节制的多头杠杆，系统会规定所有持有多单的交易者必须向持有空单的交易者支付一笔费用，这笔费用就是正的资金费率。在负溢价的时候，也就是市场悲观空头占优的情况下，为了鼓励买入，支撑合约的价格，系统就会规定所有持空单的交易者必须反过来向所有持多单的交易者支付费用，就是负的资金费率。这笔费用的支付呢，通常是8个小时进行一次，在每天的0点、8点和下午4点进行结算。只要你在这些时间点持有仓位，就必须参与这次资金的交换。所以你看，资金费率的逻辑本质就是通过经济成本的转移来惩罚在市场上过于拥挤的一方，同时奖励相对稀少的一方，从而利用市场参与者自身的套利行为，将便宜的合约价格像用引力一样拉回到现货价格的附近。这个天才的机制除了有价格锚定的作用外，也直接催生出了一种在加密衍生品领域极为重要、低风险的交易策略——资金费率套利，也叫期限套利。在专业的投资者眼中资金费率本身也是一门可以稳定盈利的生意。我们来详细拆解一下这个套利策略是如何执行的。以最常见的正资金费率情况为例，假设呢市场处于看涨情绪浓厚的阶段，比特币的永续合约价格持续高于现货价格，导致呢资金费率非常的高，比如说年化能达到20%。这意味着空头持仓者每8个小时就能从多头那里稳定的收到一笔可观的租金。在价格波动风险被完全对冲掉之后，它的利润就来自于持有的那个永续合约的空单，每隔8个小时稳定的从多头方收取到的资金费率。当然如果出现负资金费率的情况，套利逻辑则完全相反，在永续合约市场开多单，同时呢在现货市场融券卖出现货。不过呢后者的操作难度更高，所以呢主流的期限套利主要还是捕捉正费率的机会。只要正资金费率持续的存在，它的账户就像一个自动收租的机器一样，源源不断的产生正向的现金流，收益就是在这样几乎没有方向性风险的情况下被捕获了。听到这儿呢，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对冲基金的操作策略吗？没错，这就是典型的对冲交易策略。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指出套利策略虽然被称为低风险，但并非是无风险。它的潜在风险点可能来自于开仓时合约和现货的2条腿可能因为市场的波动产生了滑跌，无法以完全相同的价格成交，造成了对冲的不完美，或者在你入场后费率迅速的降低甚至转负，导致实际收益不及预期，或者呢是开平仓的手续费、借贷成本等等都有可能侵蚀你的利润。理论和机制我们现在都拆解完了，我们就来复盘一个载入加密货币史册堪称压力测试的终极案例：2020年3月12日加密货币市场大崩溃事件，也被无数的交易者称为黑色星期四。2020年初，疫情在全球蔓延，引发了继2008年之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恐慌。美股在短短的几天内连续的触发了熔断，黄金、原油等传统的避险资金全线的下跌，市场进入了无差别抛售的流动性危机。人们抛售一切可以换成现金的资产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当时的加密货币市场尤其是比特币，还流传着一种数字黄金的说法，认为它能在这场危机中成为避风港。所以呢，很多人带着这种信念，在永续合约市场开立了大量的多头仓位。然而呢，3月12日下午，当恐慌情绪蔓延到加密市场时，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倒下了，比特币价格开始出现了快速的下跌，从接近8000美元的水平迅速地跌破了7500美元。在传统市场，这或许只是一次正常的回调，但在永续合约这个市场里，这意味着第一批最高杠杆，例如100倍、50倍的多头仓位已经触及到了强制的平仓线。现在请记住我们前面几部分讲到的每一个机制，
因为它们即将像一部精密设置好的死亡机器一样，开始依次运转。当第一批高杠杆多单被系统强制平仓的时候，交易所的风险引擎会以市价单的形式将这些爆仓头寸的比特币卖到市场上，以收回交易所垫付的资金。市价单意味着系统不在乎价格，只要求成交。于是呢，成百上千万美元的爆仓卖单瞬间砸进了市场的卖盘里，价格应声而下，进一步的快速下跌。当价格因为第一轮爆仓而跌至7000美元时，那些杠杆稍低一些，比如说25倍、20倍的多头仓位也开始触及到了他们的爆仓线。于是第二轮更大规模的强制平仓被触发了，更多的市价卖单被系统抛向市场，价格继续崩溃式的下跌，下跌触发爆仓，爆仓又以市价卖单的形式加剧了下跌，更深的下跌又触发了更大范围的爆仓，这是一个自我强化、自我加速的崩盘循环。每一个被强制平仓的多头都成了砸死下一个多头的帮凶。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以内啊，整个市场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价格从8000美元跌到7000，再到6000，最后砸向了5000美元。由于价格下跌的速度实在太快，产生的爆仓单数量过于庞大，当时作为全球最大衍生品交易所的 BitMEX， 它的交易撮合引擎不堪重负，直接宕机了。加密货币市场进入了最绝望也最能体现永续合约风险本质的阶段——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对于多头来说，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价格断崖式的下跌，远超出了设置的止损点。想手动平仓，但委托指令提交不进去，页面呢显示错误。想追加保证金，但资金划转的通道被堵塞。交易员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像一个被绑在铁轨上的人，看着火车迎面撞来。最终呢，仓位在一个远低于预期、极端不利的价格被强制平仓，不仅亏损掉了全部的本金，甚至因为市场缺乏对手盘，出现了穿仓，账户余额变成了负数。对于空头来说呢，情况同样的诡异。本来在这场暴跌中赚得盆满钵满，你想在价格的某个低点获利了结，但同样呢，平仓指令也因为系统宕机而无法成交。更可怕的是，在价格砸出深坑之后，往往会因为空头回补而出现了剧烈的短时间的反弹，我们俗称为插针。由于无法平仓呢，这些巨额的浮动盈利啊，可能在几分钟的 V 型反转中全部的蒸发，甚至呢会因为反弹的过于剧烈，空单也爆仓了。这就是312事件最残酷的一面。在系统性的崩溃面前啊，无论多空，只要你在牌桌上，就都有可能成为被吞噬的对象。最终的结果，在3月12日到13日的这24小时里，根据公开数据，全网加密衍生品的交易市场清算了超过100亿美元的头寸。比特币的价格一度跌至3800美元附近，相比于高点接近腰斩。无数的交易账户在这场灾难中灰飞烟灭。所以当我们复盘312事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黑天鹅事件，它更像是一次公开的血淋淋的实战教学。它用最极端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永续合约这个金融工具在它的3大底层设定结合到一起之后所具备的系统性风险究竟有多么的巨大和真实。它告诉我们，在这个市场里，风险控制永远是第一位的。总结一下，永续合约本质上是一个为了极致的交易灵活性和资本效率而设计的金融工具。它通过移除时间限制、放大杠杆、减少规则干预，最大化了投机属性。它的优点呢是显而易见的，对冲灵活、交易连续、资金的利用率高。但它的缺点呢也同样的致命，极高的波动风险、清算风险和极端行情下的系统性风险。因此，对于非专业的投资者，最理性的决策就是保持观察，不要参与。对金融市场要保持足够的敬畏。